胜率越高，历史收益越炸裂的量化策略，就一定能帮你赚钱吗？真的如此吗？我分析了整整10000个交易策略后发现，很多我们深信不疑的赚钱指标，可能恰恰是让我们未来亏钱的罪魁祸首。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弟，一个热衷于用数据说话的量化交易者。很久之前我就做过一个实验啊，去分析哪些策略的评估指标最靠谱啊。但坦白来说啊，那时的样本量还不够大啊，策略数比较少啊。不过经过如今长时间的这个数据积累啊和分析方法的迭代啊，这次我是深度剖析了10000只交易策略啊，再次做一下这个实验啊，并且这一次实验的结果，我还是比较信任的啊，因为有一家量化公司也做过类似的分析啊，他们是分析了上百万个策略之后啊得出的结论啊。那么你可能会好奇啊，我这才10000只，人家上百万啊，样本量差这么多，有可比性吗？我觉得是有的啊，因为在一些关键的结论上，我们的发现其实是高度一致的。有些结果呢，可能和我们以往的这个经验是相符的啊，但还有一些绝对是会让我们大吃一惊的啊，甚至可以说是和当前市场主流的很多看法是背道而驰的啊。相信我啊，理解这些规律啊，对于我们未来开发和筛选啊，真正能打的量化策略啊，价值巨大。我这里是准备了10000只交易策略啊，他们都经过初步的这个样本内外啊，也就是 ISOS 的验证啊。我们先做到这一步啊，暂时不做更复杂的这个稳健性测试啊。主要是为了抓住一些更具普适性的结论啊，同时也是尽量和那家量化公司啊研究的过程保持一致啊，确保我们之间的这个对比会更有意义啊。对旗下颗粒度形成套组合拳，没有道理。也就是说，他们是怎么准备这些数据的啊？怎么做分析的？我这里同样也是和他的保持一样的做法啊，只不过我这里的样本量是从他们的上百万缩小到我这里的10000啊，那么就这个差别。那么实验是怎么做的呢？其实很简单啊，我就是把这10000只这个策略的这个回测数据啊，都截止到几年之前啊，就是把这一部分数据啊作为过去的表现啊，然后用最近几年的这个真实的市场数据啊，作为这些策略的这个未来表现啊。我们就打个比方，假设我这里有10年的历史数据，我们假装啊穿越回了3年之前啊，就用前7年的数据去开发和回测策略啊，就得到过去的一个成绩单啊，然后看这些策略在后3年的真实行情中的表现啊，这就是未来的成绩单。这是过去的啊，这是未来的啊。那么通过统计这2份成绩单上各项指标的一个相关性啊，我们就能够找出到底具备什么样特征的策略才是有概率优势的啊。那么我这次是足足研究了21个维度的性能指标，包含大家常见的这个交易笔数啊、盈利因子、夏普比例、R 期望值啊、稳定度啊、胜率、风暴比、CAGR， 还有这个风险的暴露程度啊、策略的复杂度、盈亏比啊、平均回撤、卡玛比例，还有策略的这些自由度啊、资金取向的角度、出场质量啊，包括 Z-score 什么之类的，还有这些对称性啊、R 平方啊、SQN 的值啊，等等等等啊，很多个维度啊。那么目的就是找出哪个指标的预测能力是最强的。好，我们这次还是使用 Python 来做统计分析啊。那么第一步的话，运行一下啊。那么第一步的话，我们是做了合并啊，就是数据的合并。我们把策略过去和未来的数据进行合并，并且清洗掉了一些异常的策略啊，比如说这个策略数太少啊，盈亏的这个数值偏离值过大，或者说是高频到不切实际的啊，这些具备噪音的这些策略啊，它可能会干扰我们的统计结果啊，所以我们最终删除之后啊，我们得到了7174条有效的这个策略记录啊。然后再接下来的话，我就是我还是像过去一样啊，我还是先通过这个散点图的方式去呈现过去的这个性能指标和未来盈利上的一个相关性啊。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报告的话，这个整体的一个报告我还是会上传到网盘的。如果我这里讲的不够细致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这个散点图我们就不讲了，因为它其实不太好观察啊，所以我这里还是做了一个热力图，再运行一下啊，还是做了一个热力图，它也是分析的这个相关性啊，只不过是和散点图呈现的方式不一样啊。
我这里先给一些不了解的同学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相关性啊。简单来说，它就是看两个东西它是不是同手同脚的同时变化啊。比如说一个策略啊，过去赚的越多，那么未来是不是也一定赚的越多啊？那么它其实就是衡量，比如说这是一个数值曲线，它就是衡量两个值之间变化的一个相似程度啊，这就是相关性啊。像很多量化的这个套利策略都是利用策略之间的这个相关性啊。待会儿我讲完这个相关性分析之后，我还会讲一下量化公司所采用的分箱分析啊，可能那种统计方式才会更加的客观啊。好，我们把这个图放大一下，详细看一下啊。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下边这两行啊，它们所代表的是策略未来的净利润和盈利因子啊，而最上面的这些它都是策略过去在不同维度上的表现啊。然后这里面格子里面的数值呢，它越接近于1或者说是-1的话，那么就代表它们的正相关性很强，或者说是负相关性很强啊。而我们这里关注的这个，我们只关注这个绝对值大于0.3的，如果不超过0.3的话，就代表其实它们之间的变化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比如我们看这里这个，看这个风暴比吧，0.4啊，那么它就说明过去风暴比很牛的这些策略啊，它未来的赚钱盈利和它的这个风暴比啊，几乎是没有什么线性关系的啊，因为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只有0.4。好，那么这个图我们其实重点要关注的是 CAGR 啊，就是复合年化增长率啊，它和未来净利润的关系啊，竟然是一个负相关啊，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负相关啊。这就意味着过去赚钱最多的策略啊，在未来反而大概率是亏损的啊。那么它和我们常规的认知就是完全相反的啊，因为我们开发策略的时候，大多数人他肯定都是非常关注于赚了多少啊，就是越多越好啊。比如说一个资金曲线，大多数人观察的就是越直越好啊，包括这个角度的话，越陡峭越好啊。但是其实这里的结果就告诉我们，你策略回测赚得越多，那么未来亏损反而也是最多啊。那么这个结论其实和我参考的那家量化公司的结论也是完全一致的啊。他们给出的解释就是说，如果在开发过程中你过分的追求盈利的最大化啊，那么策略就极易陷入过度拟合啊，就是完美的匹配了过去啊，却输掉了未来。反而是那些过去盈利表现不那么拔尖的策略啊，就是那些涨涨跌跌啊，有亏有赚，看起来比较平庸的策略啊，可能才更有后劲啊。好，那么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这什么 average drawdown 啊，就是平均回撤啊，这个和未来净利润的关系也是显著的负相关啊。这个倒是在意料之中啊，因为你过去回撤大的策略，未来表现通常也不会太好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standard deviation 啊，也就是这个标准差啊，它所代表的就是我们权益曲线针对于平均值的一个离散程度啊，它和未来我们的净利润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负相关啊，不过这也是在意料之中啊。好，这就是我们相关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啊。不过相关性分析它看的是整体的这个线性趋势啊，很多时候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啊，它不是说一条直线就能说清楚的啊。你比如说一个策略它的胜率是不是越高越好，越低越好啊，也有可能是处于中间的，就是中不溜的可能是最好的。那么这种带拐弯的关系啊，你光靠这个拉直线的这种相关性分析啊，就比较难看出来了。所以我们这里还是要采用另一种更客观的分析方法，也就是分箱分析啊。那么它的原理啊，其实也比较简单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那么分箱分析啊，它就好比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10000个策略啊，按照某一个评估指标啊，比如说这里的交易笔数，我们从低到高进行一个排序啊，然后咔咔咔给它分成10段啊，然后每一段的话就是一个箱子啊，然后第一段的话就是这个交易笔数最少的那10%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次少的那10%啊，然后以此类推啊。那么分完箱子之后，我们就是看每个箱子里面的这一群策略，它们在未来的净利润的一个中位数表现究竟怎么样？注意啊，我们是看中位数啊，因为这样更能
反映普遍的趋势啊，过滤掉极个别策略的一个人品爆发或者说是倒霉透顶的那种极端干扰啊。好，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的结果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交易笔数啊，那么这个维度的话，它其实是很多新手同学比较注重的啊，因为某种程度来说啊，他们所关注的更多是在于这个做交易的体验上啊，就是出手更频繁的话，他们会感觉心理上啊更舒服啊，更爽啊，就是手上一直在做，一直有持仓的话，他们就很舒服啊。但是这里的数据表明，交易次数最少的那一组，也就是第0组，未来净利润的中位数是在应该是65左右啊。然后中间的这几组呢，其实有好有坏啊，它波动都不大啊，普遍在68到91啊。但是我们看最后这2组，第8组和第9组啊，也就是交易次数最多、出手最频繁的那些策略啊，他们的未来净利润的中位数啊，反而是所有组别里面最低的啊，分别是116和124啊。这也就是说明，至少在这里的数据来看啊，交易笔数如果太多，出手太频繁的话，未来结果都不会太好啊。那么讲到这里，我想提一下我之前给大家也分享过的一个实验啊。那么它那个实验的内容就是说，交易次数越多的话，策略的稳健性分析的统计性意义会更大啊。那它那个结论和我们今天所得出的结论会冲突吗？我个人觉得其实也并不矛盾啊。因为一个是在讨论过度拟合的问题啊，一个是在讨论性能指标的预测能力的问题啊，我觉得是不冲突的啊。好，我们继续啊，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盈利因子啊，盈利因子最低的那一组啊，也是未来亏的最惨的啊。你看这里的数值啊，简直就是扶不起阿斗啊。那么随着这个盈利因子的这个提高啊，亏损确实逐步的在减少啊，盈利因子相当高的第8组啊，未来净利润的中位数是31啊，是所有组别里面亏的最少的啊。但是盈利因子最高的第9组呢，有所回落，但是它们之间区别也不大啊。这说明什么呢？就是盈利因子的话太低啊，肯定是不行的啊。那么比较高的盈利因子呢，未来的表现的下限似乎更高一些啊。总体来看的话，盈利因子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这个预测能力啊，它还是可以体现出一定的这个规律性的啊。但是我这里要提醒一下啊，如果你是用的 MT5 自带的这个盈利因子的话，你一定要注意仓位计算上是否做了规律化处理啊，否则的话你所得出来的这个数值是很容易失真的啊。好，再接下来啊，因为指标太多了，我们就挑几个大家关心的啊，也比较有代表性的，像这个夏普比例啊、期望值这些。首先他们的这里的关系啊都不是那么明显啊，所以我们这里就先跳过啊。好，我们直接来看胜率，这绝对是大多数交易者，包括我刚入门的时候最看重的一个指标，因为它底层的逻辑是很容易理解的啊。我当时也是认为那些交易做得好的啊，都是因为他们看得很准啊，看得很对啊。但是现在看来的话，其实是很不客观的啊。我们看图的话，这个胜率是从左到右，就是从低到高的啊。它未来的这个亏损确实有减少的趋势啊。那么胜率最低的是亏的最多的啊，胜率最高的是亏的最少的啊。但是这个胜率一旦进入到一个相对正常的区间的话，你再往上的提升的话，对于未来这个盈利的改善的话，似乎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啊。因为中间的话甚至还有反复啊。我这里得出的这个结论的话，其实不是很明显啊，可能也是因为我的样本量比较少啊。但是我参考的那间量化公司啊，它是在分析上百万条数据之后，得出了一个更惊人的结论啊，就是你的胜率越高啊，未来亏损的概率越大啊。不过我这里并没有体现出来啊，所以对于胜率，这个角度的话，我暂时还是持保守的看法。其实我一直也是这样的啊，我在挑选策略的时候，我一直也不太注重于胜率的高低啊。好，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这个 CAGR 吧，就是这个年化复合的这个增长率啊。那么这里的趋势或者说规律性啊，就是相当的明显啊，一条非常完美的这个抛物线。那么这个 CAGR 指标，看一下CAGR 这个指标的话，它其实是很多
有一些经验的这个量化交易者比较看重的啊，因为它能够非常直观的体现一个策略的盈利能力啊。但是就我们这里的结果来说的话，它与我们常规的认知是截然相反的。从左到右，这个 CAGR 的组别越来越高，但是对应的这个净利润的中位数呢，它是一路的向下俯冲啊，因为这个值是所有这些指标中表现最明显的啊，就是这种掉下来这种趋势啊是最明显的啊，一路向下俯冲啊。CAGR 最低的那一组啊，也就是第0组，它的中位数才是28，可是到了最高的那一组啊，也就是第9组，它的中位数已经来到了971啊，这差距真的太大了，这简直就是越努力越不幸的一个真实写照啊。这种强烈的这种负向趋势啊，它再次警告我们啊，那些在历史数据上跑出超高年化收益的策略啊，是极有可能是过拟合的重灾区啊。他们只是完美的适应了过去某段特定的行情啊。如果你换个时间的话，就直接 game over 了啊。那么关于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之前也提到了啊，那个量化公司也是重点提了一下这个盈利这一块啊，就是你越追求盈利，你未来亏损的概率就是越大啊。当然，它也不是说让我们躺平啊，不看盈利，而是更强调盈利的质量啊。你比如说啊，这个仓位的暴露程度是一个角度啊，还有什么来着嘞？还有这个出场质量啊，也是一样的啊。包括你策略的这个稳健性和可持续性啊，比如你可以通过测试策略这个对于不同点差的敏感度啊，蒙特卡洛模拟啊，看不同市场环境下的表现啊，那么等等这些做法的话，其实也都是在给我们这些光鲜的这个盈利数据啊，就是挤水分啊，看看去掉这些美颜，去掉这些滤镜之后啊，你这个策略究竟还剩下多少纯天然的实力啊？这就是我们在追求盈利的同时啊，还需要注意的点。好，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主要就聚焦在几个常见的几个具备代表性的指标上吧啊。那么更详细的这个分析数据，我已经是上传到网盘了，感兴趣的你自己去详细看一下吧啊。好，那就这，拜拜，散会。